没有美国驾照，能在美国开车和租车吗？在美国租车最容易踩坑的是哪一步？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，如果想来一场深度游，开车自驾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但外国人既没有美国驾照，也不熟悉美国交规，结果就是宁可花数倍的成本天天打车，也不敢租车。但其实在美国租辆车就跟喝水一样容易，美国的驾驶体验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存在，而且就算是外国人也可以很丝滑的在美国租到车。那么去哪儿租？怎么租？怎么加油？一共要花多少钱？美国的交规又是怎么样的？今天我就从租车到还车，从怎么选租车公司到怎么看懂交规，360度无死角的把美国租车的所有注意事项都说明白。相信没有人比我这篇视频说的更详细了。我往期视频的评论区啊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驾照能在美国开车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外国人在美租车最合法的证件是 IDP 国际驾照配合本国驾照，但国内很难办出真正的 IDP， 所以中国游客一般都去某宝上搞一个这种翻译件，再配合咱们的驾照原件，美国的租车公司就可以把车租给你，因为他们只需要用翻译件确认你的外国驾照是有效的。但是美国交警有权不承认你这个翻译件，一旦你被交警 pull over 了，或者出车祸了，呸，他们是可以以没有有效驾照为由对你进行更多的罚款的。所以啊，咱们用这个翻译件租车的同学要特别注意，好好开车，不要违反这边的交规，别被阿 Sir 扑了。这些是美国主流的大租车公司，这些是比较小比较便宜的公司，但是一分钱一分货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以我和我身边朋友多年来的租车经验，这些看似便宜的小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柜台取车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人员会套路你加买他们的保险，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一加，结果发现甚至比在大公司租还要贵上好多。那么是不是直接在大公司的官网预订最好呢？也不是，我在美国租过无数次车，官网、国内的某城、某猪、小公司都试过，目前发现的最划算的租车渠道是赫兹中国，不是广哦，千万别选成英文版的赫兹官网了，价格至少翻倍。金卡会员1分钟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办，要让我们自己去选车，规定哪个区域。下单的时候确认一下价格明细，除了裸车的租金外，是否包含 LDW、LIS、PAI、PEC 这几个险，能够分别保你租的这辆车交通事故中对别人的伤害，以及你在车内的随身物品。说人话就是保自己、保别人、保物品。尤其是 LDW、LIS 是无论如何必须得加的。除了这3个以外，还有一个项目就是 Toll Pass， 也就是咱们国内的 ETC， 一般是14刀每天。如果咱们加购了它，经过高速收费站可以直接过，但是选不选这个 Toll Pass 是要分情况的。如果我们在东海岸开车，建议加一个，东部跨城的收费站多于西部，尤其是进出纽约，高速收费很贵 2135。不过在西部就没太大的必要了，西部高速公路绝大部分都是免费的，是真正的 freeway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加 Toll Pass， 又不想缴高速费，在谷歌导航的时候一定要点上这个 Avoid Tolls 的路线，它会给你规划那种免费高速，或者让你去乡村里的小路绕一下，避开收费站，不然后续很可能会收到那种天价的过路费账单，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好啦，在选好公司后，我们可以提前网上下单，也可以去现场挑车后再决定。我个人一般会选择雪佛兰、起亚 K4 或者尼桑轩逸之类的中型轿车，性价比最高。比如我刚租的这个探界者，每天全部下来是38刀，油也可以加最便宜的那一档。如果是3个人以内，这种车足够了，后备箱能装2个30寸的大箱子。当然了，超过3个人还是建议租 SUV。去柜台确认你的订单后，租车公司会派1个人和你去车厂挑车，有的公司会拍照留痕。这边我建议咱们自己也围绕着全车录个视频，万一有点小剐蹭，方便保留证据。好啦，万事俱备，咱们就可以开车上路喽。美国的车跟咱们国内一样都是左舵，而且大部分交规都差不多，需要你会点英文，看路牌其实都问题不大。但在美国开车，以下几点是需要我们尤其注意的。首先是这个 stop sign，
碰到它就要在路口停一下，确认安全再走，不能不停，也不能抢。它分2种，一种是下面写着 all way 的，那就是每个方向的都要停，谁先到路口谁先走。比如这种情况，大家先后顺序一目了然。该我了，他们都得挨个数一下，我是第几个。还有一种就是下面没有 all way 的，这意思就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前进方向需要停，垂直的这个方向他们是可以直接过的。所以碰到这个标要尤其小心，如果抢到导致车祸，那肯定是我们负全责。第二，美国是没有那么多电子眼的，所以就算超速闯红灯，也不会直接被拍下来并收到罚单，只有被他们的交警现场抓到才会被罚，没有交警就全靠自觉。这里啊，很多人就会想操作了，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，特别是前面提到咱们只有翻译件没有正式驾照的这一类人。美国交警那个贼劲儿啊，堪比初中的班主任，他们会藏在任何你发现不了的地方，等着你超速逮你。美国高速限速一般是65到75之间，大家都会超速一点点，但是不要超过80，一般他们不会来管你。切记，千万不要超过90，这在美国是 felony， 特别对于没有身份的人，可能是要进去的。我每次开高速都会看到那种藏在犄角旮旯的警车，有时候谷歌会提醒前面有警车，有时候不会，但每次如果你超速看到旁边有警车，肯定是来不及了，马上他们就会开足马力跑过来逼停你了。哇，我刚刚躲过一劫，我大老远看见警车，瞬间减了15码，谢谢我老哥帮我挡枪了。美国的加油站都是自己加油的，步骤非常简单。第一步是先这里刷卡或者用 Apple Pay， 然后提起油枪，选择你的油号，自己加就行。要确认选完了之后这里是清零的，加满直接放回去就结束了。这边信用卡会自动扣钱，加完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啦。这边说个很有趣的事儿哦，美国各州的油价差距非常大，甚至同一个地方相隔几条街区也差得很多。比如加州的油价是真的贵，动不动5刀多1加仑，但刚开出加州，到了亚利桑那就能看到这种2.7刀1加仑的了。进加州之前看到2.72的油，果断加满，8.7加仑的油也就24刀。就在加州我估计得40刀，是真的能省下30刀1箱啊。美国的停车位是真的非常非常充裕，如果你是去吃饭逛超市，一般这种大广场会有巨多的这种露天免费车位给你停，也不用问店家拿什么停车票。不过这种广场一般是不能停过夜的，硬要停有可能给你拖走了。这种蓝色标志的也千万不能停。还有残趴，你要横着要停这儿的话，至少罚250刀。如果你要在城市的路边停的话，就要在这个 meter 上交费，就是我们说的咪表。你刷信用卡或者说投硬币，一般咪表附近有个牌子会告诉你付一次钱停多久。像这个就是在早上9点到晚上9点之间，你付一次钱停2小时。还有美国酒店那些汽车旅馆，停车大部分都是免费的，有一部分会让你付一些 on-site parking fee， 这个在订酒店的时候可以查清楚。但是市区那种高楼酒店代客泊车收费都比较高，住店客人也都要付，有的时候停车费都赶上1晚上的酒店费用了，这一点和国内还是不太一样。我一般如果必须要住市区的酒店的话，会找酒店周边步行能到的那种收费停车场，一晚上也能省30-40刀呢。不过公共停车场哪怕有人管理，毕竟比不上酒店停车场那么安全，所以大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考虑清楚。好啦，最后来说说怎么还车。还车之前替租车公司加满油，这个跟国内是一样的。最后还车过程非常简单，把车丢在停车场，钥匙放车里就可以了，跟着 return 的标志进到停车场，看来，然后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停在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。他会在玻璃上做个标记，表示已经检查结束。还车之后马上就可以从这里坐接驳巴士去机场的航站楼。以上就是我在美国租过数十次车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攻略，
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感谢看到这里的朋友，可以给 Hedy 点个宝贵的赞哦。还没关注我的同学，也欢迎给我点个关注哦，让我在评论区看到你们在美国租车的趣事。还有什么疑问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咱们下期见喽！